在佛经之中有心诚则灵的说法，然而现实里却存在这样的疑问：有些人虔诚念佛长达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感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曾向唐代的大德道宣律师透露过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便是若能精准把握3个特定的时辰进行念佛修行，其功德将会呈现10倍的增长，而且感应也会迅速地显现出来。道宣律师将这一秘诀详细记录在了《感通录》当中，只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宝贵的内容渐渐不被大众所熟知。在古代，人们把这3个时辰称作天地清明之时。从自然规律来讲，这3个时辰恰恰是阴阳交替之际，天地间充盈着灵气，处于一种极为特殊且充满能量的状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每日都被繁杂的事物缠身，忙忙碌碌，恰恰就错过了这3个堪称修行黄金时刻的时辰。那么，这3个神秘的时辰究竟是哪几个呢？为什么在这几个时辰念佛，感应会特别明显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又有什么样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些珍贵的时刻呢？回溯到唐高宗显庆年间，终南山净业寺的住持道宣律师，一直以来都在精进不懈地修行。他每日坚持诵读《法华经》，夜晚则虔诚礼拜《华严经》。有一天，道宣律师正在禅房之中安静地静坐，突然一阵奇异的香气弥漫开来，扑鼻而入。与此同时，整个禅房之中金光闪烁。道宣律师缓缓睁开双眼，惊讶地发现一位身着白衣，周身散发着庄严气息的菩萨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仔细一看，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道宣律师内心惊喜万分，难以自抑，立刻起身，向着观世音菩萨恭敬地顶礼膜拜，口中说道：弟子道宣今日有幸叩见观世音菩萨，不知菩萨此次降临是要给予弟子怎样的指点呢？观音菩萨面容慈祥，和声说道：律师多年以来一心精进修行，并且广行利益众生之事，因此我特意前来与你相见。最近你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同样都是在念佛，有的人能够很快地得到感应，而有的人却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道宣律师态度极为恭敬地回答道：菩萨所言极是，弟子在日常修行过程中，看到有些信众怀着无比诚心念佛，然而却始终没有看到感应的出现，但也有刚刚踏入佛门不久的人，却能够在梦中梦见佛陀前来接引。弟子实在不明白其中的缘由，还望菩萨能够慈悲为怀，为弟子开示。观音菩萨微微含笑说道：修行这件事就如同农民种田一样，除了种子本身的优劣以及土壤质量的好坏之外，播种的时节同样至关重要。念佛修行也是如此，倘若能够把握好合适的时辰，那么修行起来就能够事半功倍。有3个时辰是特别适合念佛的，在这几个时辰念佛，人的心神最容易与佛产生感应。道宣律师听闻，立刻双手合十，全神贯注地聆听菩萨的教诲。观音菩萨接着说道：第1个时辰是寅时，也就是早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此时天地刚刚开启，世间万物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景象，阳气开始缓缓上升，而人体的阳气也在这个时候与天地间的阳气相互呼应，处于上升状态。在这个时辰念佛，最容易与佛菩萨那清净无染的本性相互契合。道宣律师听后顿时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古人常常会说朝礼佛、暮礼佛，原来在早晨礼佛确实有着如此殊胜的意义。观音菩萨点头表示赞同，说道：是的，从古至今，那些真正在修行上有所成就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坚持早课，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第2个时辰是午时，
即上午11点至下午1点。这个时候，太阳高悬于天空正中央，阳气最为旺盛，是一天当中能量最为充沛的时刻。道宣律师疑惑地问道：午时也是寺院里僧众过午不食的时间，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观音菩萨回答道：确实如此，在午时不进食，能够让人心神保持清明状态，此时念佛，人的心神最为专注，也就更容易与佛产生感应。在古代就有着日中一刻的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时辰进行礼佛念经的修行。道宣律师点头表示理解，紧接着又问道：那么第三个时辰是哪个呢？观音菩萨说道：第三个时辰是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在这个时候，天地间一片寂静，阴气开始向阳气转化，世间万物都处于潜伏状态，人心也最容易平静下来。在这个时刻念佛，最能够体会到万缘放下，一念单提的那种境界。道宣律师若有所思地说道：弟子明白了。早上阳气刚刚出生，正午阳气最为旺盛，子夜则是阴阳交替的时刻。这3个时辰确实是天地间能量特殊的重要时刻。观音菩萨看到道宣律师领悟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欣慰，说道：律师悟性极高，在这3个时辰念佛，不仅感应会特别明显，而且所积累的功德也会格外殊胜。在寅时念佛可以增长智慧，午时念佛能够消除业障，子时念佛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着极大的帮助。道宣律师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即便在这3个时辰念佛，却依然没有感应呢？观音菩萨耐心地解释道：念佛能否得到感应，时辰仅仅只是外缘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内因，也就是心念的专注程度与虔诚之心。有些人虽然在适宜的时辰念佛，但是心却并不在念佛这件事情上，心思散乱；而有些人即便不在这3个时辰念佛，但是却能够做到一心不乱，这样的人同样也能够得到感应。道宣律师听后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外缘固然重要，但内因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观音菩萨点头表示认可，说道：不过倘若能够做到内外兼修，既把握好这3个时辰，同时又保持心念的专注与虔诚，那么就会更加容易与佛产生感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就在此时，寺院外面突然传来了阵阵钟声，打断了观音菩萨的话语。道宣律师十分急切地问道：菩萨，还有什么重要之处，请您告知弟子。观音菩萨微微一笑，语重心长地说道：律师，这3个时辰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太过忙碌，很难完全按照这3个时辰来进行修行。不过有一个秘诀可以帮助现代人，即便在难以把握这3个时辰的情况下，同样能够获得殊胜的感应。这个秘诀与心法有关，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时辰本身。道宣律师听闻，双眼瞬间发亮，急切地问道：这个心法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倘若能够知晓，必将造福无数未来的修行者。观音菩萨的身影开始逐渐变得若隐若现，口中发出慈悲的声音：当你真正领悟并懂得如何运用这3心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候念佛，都能够得到与在那3个殊胜时辰念佛相同的感应。这3心便是至诚心、身心与回向发愿心。倘若能够圆满具备这3心，即便错过了殊胜时辰，也依然能够得到同样的念佛感应。道宣律师恭敬地请教道：请菩萨慈悲为怀，详细地为弟子开示这3心的奥妙之处。观音菩萨慈悲地解释道：所谓至诚心，指的是在念佛的时候，内心要无比真诚恳切。现实中，很多人在念佛的时候，虽然口中在念着佛号，但是心思却飘到了世间的各种琐事上面。像这样的状态，即便在殊胜时辰念佛，也很难得到感应。真正的至诚心，是在念佛的时候，心中唯有佛号，就如同饥饿的人渴望食物，
口渴的人渴望饮水，孩子时刻思念母亲一样。这种念佛的念头绵绵不断。道宣律师问道：菩萨，您所说的孺子一母，具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观音菩萨解释道：就好像婴儿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心中都时刻惦念着母亲，一刻也不会忘记。念佛也应当如此，无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忘记佛号。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不在那3个殊胜时辰念佛，也同样能够得到感应。道宣律师接着问道：原来如此，那么身心又是什么意思呢？观音菩萨回答道：身心指的是对佛法要深信不疑。有些人在念佛的时候，心中会产生怀疑，我这样念佛真的会有用吗？真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这种怀疑的心态会极大地阻碍感应的产生。真正的身心是要深信不疑，坚信自己念的这一声佛号必定能够与阿弥陀佛产生感应道交，坚信自己的这一念清净心必定能够与西方极乐世界相互呼应。道宣律师点头说道：弟子明白了。怀疑的心就如同乌云一般，会挡住佛光的照耀，而深信的心则如同晴朗的天空，能够让佛光毫无阻碍地普照大地。观音菩萨赞许地说道：说得非常好。最后的回向发愿心，就是在念佛之后，要将所积累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祈愿他们都能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些人念佛仅仅只是为了自己消灾免难，增加福报，延长寿命，这只是小乘的心态。真正的大乘行者念佛是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道宣律师问道：这么说来，倘若念佛仅仅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即便在那3个殊胜时辰念佛，也很难得到最大程度的感应，对吗？观音菩萨肯定地回答道：正是如此。佛心广大无边，而众生的心量倘若过于狭小，又怎么能够产生感应呢？唯有发起菩提心，才能够与佛心相互契合。特别需要记住的是，在那3个殊胜时辰念佛的时候，倘若能够同时具足这3心，那么感应就会成倍增加。道宣律师顿时恍然大悟，说道：弟子明白了。时辰固然重要，但是心法更为关键。倘若能够3心具足，再配合那3个殊胜时辰，修行必定能够事半功倍。观音菩萨满意的点头说道：律师悟性极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十分忙碌，可能无法做到每天都在这3个时辰念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心识双修法。道宣律师好奇地问道：心识双修法，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观音菩萨说道：这是一种非常适合现代人的修行方法。倘若无法在寅时、午时、子时念佛，那么可以选择自己每天最为清闲、心情最为平静的时间段，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进行念佛。关键在于要养成定时念佛的良好习惯，让自己的身心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久而久之，一旦到了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心自然而然就能够安定下来，念佛的感应也就自然会显现出来。道宣律师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这岂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殊胜时辰吗？观音菩萨微笑着说道：正是这个道理。佛法之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所谓的殊胜时辰也并非是绝对固定的。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好自己身心的规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念佛时间。观音菩萨又补充说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比如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提醒功能，当那3个殊胜时辰到来的时候，即便时间有限，也可以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念几声佛号，哪怕仅仅只是念几声，只要能够做到至诚恳切，同样也能够得到感应。道宣律师连连点头，说道：菩萨慈悲为怀，为现代社会的人们考虑得如此周全。观音菩萨最后说道：无论在什么时候念佛，都要始终牢记一点，一心不乱，
这才是最为上策的修行方式。念佛能否得到感应，关键并不在于念佛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是否出声念佛，而在于是否专注与虔诚。一句佛号念到极致之处，其效果远远胜过千百句散乱不专心的念诵。说完，观音菩萨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了道宣律师的眼前。道宣律师将观音菩萨的教诲深深地铭记在了心中，后来把这些内容编入了感通录，流传于后世。从那以后，净业寺的僧众以及信众们都尽可能的在寅时、午时、子时进行念佛，并且格外注重对三心的修持。没过多久，寺中就有许多人得到了感应，有的人在梦中见到了西方三圣，有的人身上的病痛不治而愈，还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亲眼看到金光遍满整个空间。古代的大德曾经说过，得遇善知识，如获至宝。能够知晓这3个殊胜时辰以及三心的修持方法，实在是莫大的福报。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繁忙，很难做到每天都在殊胜时辰念佛，但是只要能够牢牢把握住心法的要诀，同样也能够得到念佛的感应。在此，衷心的祝愿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够把握好殊胜时辰，具足三心，早日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